友，欢迎回到 Take a Break Morning Coffee 的频道。相信朋友们都跟我们一样，这个疫情呢对大家影响是非常的深远。对我来说呢，有一样饮料是我非常想念的，就是黑糖珍珠鲜奶。今天就想说来带大家来做看这个黑糖珍珠鲜奶。在这里呢，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所需要的食材。真的需要做这个黑糖珍珠呢，当然你需要黑糖。那这个里就是你需要一个 tapioca starch， 就是所谓的木薯粉。待会呢就到厨房去做，然后我们在厨房再跟大家讲我们所需要的 ratio。大家应该是很好奇这个比例的部分。那比例的部分我是用我自己的 recipe， 那我的 recipe 呢是2:1:0.5。那2是木薯粉，比如说200ml 的木薯粉，那你就需要100ml 的水跟0.5ml 的黑糖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料理的环节。在家里的话，如果大家没有就是测量的仪器，像这个 scale 或什么的话，其实没有关系。大家在家里其实就是随便找一个杯子就可以。那我刚刚已经把这个就是先把它摆出来。那我这个就是木薯粉，木薯粉呢，我这个是给它就是1杯的量。那如果是1杯的量，那我这个就是等于是1杯的量，那这个就是除以2。那我的水就是用半杯的量。那这个黑糖呢，黑糖其实有点见仁见智，其实就一点点就可以。但是其实我是觉得，如果黑糖加多一点点的话，你的珍珠也会比较有味道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，就是进入这个料理的环节。那首先呢，我这个有先boil过，所以我就先给它这个差不多半杯的水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把它烧开。好，那大家看哦，其实已经煮开了，就很快，它这个水很快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把这个黑糖加进去。好，那黑糖加进去呢，就可以用搅拌一下，让它不要粘在这个锅底这样。然后这里要跟大家讲，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是，当你要把木薯粉加进这个黑糖水里面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确定这个黑糖水是完全煮沸的，因为假如说你不这么做的话呢，那你的这个木薯粉会没办法成型。那说到成型呢，就到了我第二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是我这个木薯粉呢，大家看到其实木薯粉蛮多的，在这边。那我前面几次呢，我自己的就是经验告诉我是，如果我把全部的木薯粉直接加进去的话，它要么就是会太稀，你没办法成型；要么就是马上成型，然后它没办法变成就是很柔软的珍珠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已经滚了。那滚了之后呢，我就先把一半的这个木薯粉加进来。好，这样差不多。那加进来呢，要赶快。当你觉得好像有点成型了，差不多了，你就再把其他的所有的木薯粉加进来。其实用这个勺子这样子压，其实你就可以感觉到它其实还是蛮有弹性的。那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还不错。其实可以用手去摸摸看，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太烫，所以就是大家做这个要小心。好，然后大家看到这个，其实你看啊，这其实有点黏，因为是黑糖嘛，它有点黏，所以有点黏的话呢，我的建议是可以就是撒一点点的这个木薯粉在它下面，就会让它比较不黏。这个木薯粉在这个下面，好，然后就用这个去这样子弄一下，沾一下。那沾一下呢，就会好蛮多的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就是我需要把它揉到它的表面都光滑。表面光滑之后呢，我再来跟大家说，就是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已经差不多了。我觉得这样子，这个就已经表面算是蛮平滑。那蛮平滑的话，这个面团就代表是 OK，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柔软度是还不错的，所以这样就代表说你的水、你的糖还有这个木薯粉的比例是正确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的环节就是要把我们这个黑糖的面团，把它搓揉成小的黑糖的珍珠，像这样子，就是搓一个，搓成圆形的话呢，
这样其实就是一颗珍珠了。那这里也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就是搓这个珍珠呢，因为珍珠待会我们还要再煮，它煮才会熟，这样大概是一个比较 OK 的大小。对，因为这样的大小呢，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珍珠它煮之后它是会膨胀，所以如果说你这个珍珠做太大，那等到你要吃的时候呢，它如果吸管吸不起来，那就会有点尴尬这样子。这个珍珠就是当你做出这样小颗小颗之后，你可以放到一个容器里面，然后大家注意就是可以放一些木薯粉在这个底座的部分这样子。因为它这个珍珠本身它还是有一点粘性，就是你做出来之后呢会有点粘性。你如果放在这个碗里面，然后你没有放木薯粉的话，它可能会有很多的，它会粘在一起。那粘在一起，当你在煮的时候，它就变成一大块，就会有点像是藕泥的感觉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珍珠就做好了。那一样就是我们准备的这个锅子，多少水应该都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把这个珍珠放进来。Good， 放进来之后呢，要马上的搅拌哦。好，然后当我们在等它这个煮熟透的同时呢，我们可以准备了就是1碗的水，冰水。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珍珠呢都已经浮到水面上，就代表说它已经煮熟透了。那煮熟透之后呢，就是当它还是正在大滚的时候，就要把里面的珍珠呢都放到这个冰水里面来，这样子。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步骤是要再煮我们的黑糖水，然后再加这个黑糖珍珠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最后一个步骤，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做这个黑糖水，然后就是我们做的黑糖，然后要来煮这个珍珠。所以我们的比例就是3:1，对，3是黑糖，然后1是水，这样子。OK， 好，倒进来之后呢，一样我们就是开大火。好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这个水已经滚了，我们就把这个黑糖加进来。这个黑糖已经就是所有都融化进到水里面，变成黑糖水。那它现在也已经滚了，滚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把我们刚刚的这个珍珠呢，再全部的放到滚的黑糖水里面。然后在此同时呢，就是也把火调成中火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就是黑糖珍珠已经差不多做好了，就它的粘稠度就差不多，可能需要这样子，有这样子的粘稠度，我觉得可以。那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旁边这个碗里面。那这个黑糖刚做起来的时候还是蛮烫的，所以大家就是在吃的时候要小心。那我们这个黑糖呢，就是黑糖珍珠，是你冷吃热吃都可以。所以我们现在做完了，我们现在就把它装到杯子里面，然后再放牛奶，我们来就是喝喝看看这个我们做的黑糖珍珠有没有成功。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来试喝一下。喝完第一个 impression 是我很喜欢它的珍珠，因为我们这个也是用黑糖下去，就是跟它的面团一起揉嘛，一起就是搅拌，所以我的这个黑糖珍珠就是有黑糖的味道。还有一点是，我觉得这个珍珠就还不错，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有把它做比较小，所以我用这个吸管就都喝得起来，所以大家这一点也是要注意。然后这里要给大家就是几个建议，那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有在讲，就是在做的时候呢，你刚开始在加那个黑糖水要放木薯粉进去的时候，要注意就是先把大概1半的木薯粉倒进去，然后搅拌，然后再把剩余的倒下去。因为你分2次的话，就是它这个成型会比较 OK。总的来说，我是觉得我这个珍珠呢是成功。因为我是还蛮喜欢吃这个珍珠的，然后所以在这边呢，就是把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recipe 在这里就是 share 给大家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这支的影片呢，那你就记得给它一个喜欢。那我是悠悠，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，See you。